今天我们来探索艺术的殿堂——巴黎卢浮宫的历史、珍藏和文化遗产。卢浮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它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不仅拥有丰富的艺术藏品，更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其建筑和收藏物品展现了世界各个时期和文化的精髓，成为艺术、历史和人类创造力的绝佳代表。巴黎卢浮宫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其建立初期到今日的全球知名，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革和发展。12世纪至16世纪，皇家宫殿的诞生与转变。卢浮宫最初建于12世纪末，作为一座堡垒式的宫殿，为法国国王提供了防御能力。后来宫殿扩大并经历了多次扩建，成为一座宏伟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在这个时期，卢浮宫成为法国国王的主要居所之一，并且收藏了许多艺术品、珍宝和文物，成为法国皇室的重要宫殿。17世纪，法国宫廷的转移，随着路易14将皇宫迁往凡尔赛宫，卢浮宫的地位逐渐下降。然而，它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并且在17世纪中期，路易15将其重新用作展示艺术和文物的场所。他开始将一些珍贵的画作和艺术品收藏于卢浮宫，这也是卢浮宫逐渐转变为博物馆的奠基之一。18世纪，博物馆的开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浮宫的命运发生重大转变。1793年8月10号，法国政府宣布将卢浮宫开放给公众，并成立了一个新的艺术博物馆。这个决定标志住卢浮宫的转型，从皇家宫殿变为一个供公众参观的文化机构，也保护了这些艺术品免受破坏和抢劫。19世纪是卢浮宫发展的重要时期，博物馆的馆藏逐渐扩大，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和文物。在拿破仑时期，大量的艺术品被从欧洲各地掠夺，被运送到卢浮宫，使其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收藏机构之一。同时，卢浮宫的建筑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建和扩展，以容纳日益增加的馆藏。20世纪至今，现代博物馆的成型，在20世纪，卢浮宫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它不仅仍然展示着众多的艺术品和文物，也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和展示的功能。博物馆内部的展览方式和技术也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进，以更好地呈现艺术品的价值和意义。卢浮宫内的玻璃金字塔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建筑奇迹，它不仅成为了卢浮宫的象征，也是现代与古典之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交汇点。这座玻璃金字塔的故事充满了历史、争议和创新。玻璃金字塔的建造始于1984年，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希望改善卢浮宫的入口和内部流通，以及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当时的卢浮宫入口和流通系统较为混乱，游客进出不便，因此需要一个更现代化和实用的设计。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被选中为这项目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理念是在保留卢浮宫历史建筑的同时，引入一个现代的元素，用以解决入口和流通问题。他提出了在中庭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的想法。这个概念不仅能够解决流通问题，还可以为卢浮宫注入新的活力和现代感。卢浮宫拥有众多珍贵的艺术品和文物，您如果没有时间观看所有的收藏品，那么您一定不能错过下面5件艺术品。蒙娜丽莎 （Mona Lisa） 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具辨识度的艺术品之一，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达文西的代表作品之一。蒙娜丽莎大约创作在1503年至1506年之间。达文西以他独特的天赋和对于人物特质的精细观察，创造了这幅神秘而令人着迷的画作。蒙娜丽莎是一幅妇女肖像画，描绘了一名年轻女性的上半身。她身穿一袭黑色的连衣裙，背景是一片遥远的风景。这幅画的特点之一是女性的微笑，她的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神秘而吸引人的表情。她的眼神深邃，仿佛在与观众对视。这种近乎真实的人物表达是达文西艺术的代表特点。
蒙娜丽莎的微笑和眼神一直是许多人研究的对象，人们对于她的身份、微笑的含义，以及达文西可能的意图进行了无数的推测。这种神秘感和多义性增加了画作的吸引力，使蒙娜丽莎成为人们永久的艺术和文化谜团之一。蒙娜丽莎已经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永恒之作，并且在流行文化和艺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的形象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媒体和产品中，被视为艺术的代表之一。另外，蒙娜丽莎也因其谜团和独特性成为研究的焦点。许多学者和艺术家试图解读和解开其背后的故事。自由引导人民是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鲁瓦在1830年创作的一幅画作，也被称为自由女神。这幅画作以其强烈的政治和情感意义，以及浪漫主义风格，成为了19世纪早期法国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自由引导人民描绘了1830年7月革命的场景，这场革命导致了法国君主制度的崩溃，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德拉克鲁瓦创作这幅画作时，法国正处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之中。他希望通过这幅画来纪念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画中心的女性形象代表住自由女神，她手持国旗站在壮阔的巴黎市区之上，引导着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的人民，包括工人、士兵、学生等。画中的场景充满战斗决心和胜利的意象，表现出人民为追求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精神。这幅画作充满激情和情感。德拉克鲁瓦在画中通过色彩和笔触展现了战斗的热情和人民的决心。自由女神的形象象征住希望、正义和胜利，她的姿势和神情表达着强烈的意志和领导力。自由引导人民被誉为浪漫主义艺术的代表之一，其富有情感戏剧性和宏大的场景，使其成为人们永恒的艺术经典。这幅画作在法国艺术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展示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也成为了自由和平等价值观的象征。维纳斯的诞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创作的一幅杰出画作，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幅画作描绘了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从海浪中诞生的神话场景。画作创作于15世纪，大约在1484年至1486年间。这个时期正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巅峰，艺术家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兴趣逐渐加深，这在波提切利的作品中得以体现。画中心的女性形象是维纳斯，她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她赤裸着身体站在海浪中，俨然一副出水芙蓉的姿态。她的头部稍微倾斜，目光注视着观众，缓慢的手势似乎在象征她的诞生。在她旁边有一个风之神西弗洛斯和一个春之女神弗洛拉，正在为她送上斗篷。维纳斯的诞生通过描绘女神的诞生，呈现出爱与美的概念，这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艺术和人文主义的重要价值。画中的女神形象表现出极致的女性美丽，她的姿态和神态被认为是完美的艺术创作。波提切利以其独特的色彩运用和优雅的线条，在画中呈现出柔和的梦幻般的风格。画中的色调以淡雅的蓝色和粉红色为主，呈现出一种安详和宁静的氛围。大卫像也被称为胜利女神像，是一座古希腊雕像，描绘了女神在船的船首上翅膀展开，俨然为胜利而来的场景。大卫像的创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至180年之间，属于希腊海流斯 Hellenistic 时期的雕刻艺术。这座雕像的原始名称可能是尼克，意为胜利。这座雕像描绘了一位女神，她站在石柱的船首上，翅膀展开，似乎正在从海风中徐徐降临。女神的衣袍像风一样紧贴在她的身体上，凸显出她优美的身材。虽然雕像的手臂和头部目前均已遗失，但仍然透露出强烈的动感和战胜的姿态。胜利女神象征住胜利和荣耀。这座雕像可能是为了纪念一次胜利而创作的，也有可能是为了庆祝一场海战的胜利。
这个女神的形象在古希腊艺术中常常与胜利和战争相关联。大卫像展示出希腊海流斯时期的雕刻风格，这个时期强调了动感情感和戏剧性。女神的衣袍和翅膀的细节呈现出极富动感的风格，船的石柱和基座的细节也都充满了艺术家的创意和技巧。美丽的胜利女神像是一座古希腊雕像，也被称为爱与美之女神或者维纳斯德米罗，再或者断臂维纳斯。这座雕像于1820年代被发现在希腊的米洛岛上，因此得名维纳斯德米罗。它被认为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属于古希腊的赫雷尼斯蒂克时期。这个时期强调情感表达和逼真的人体比例。她的手臂和手背遗失，但这不减她的美丽。女神的头部微微倾斜，她穿着紧身的袍子，凸显出她的优美身材。她的姿态优雅，令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女性美学。美丽的胜利女神的名称暗示了她的优雅和美丽雕像可能是为了纪念一场胜利而创作的，或者是象征着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这个女神的形象在古希腊艺术中常常被视为代表女性的美和神性。这座雕像展现了赫雷尼斯蒂克时期的雕刻风格，特点是逼真的肢体比例和精致的细节。虽然雕像的手臂和手遗失，但她的优雅和平衡的姿态仍然让人印象深刻。